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3章。一人如影，穿窗而过。半小时后，鲁莱塔·比尔和我已身在奥尔良车站的站台上，等候着开往奥尔日河畔埃皮奈的火车。我们看见科尔贝司法部门的代表及马凯先生及其书记员马莱纳先生也到了。马凯先生和他的书记员在巴黎待了一晚，为的是去斯卡拉歌剧院观看一部他匿名创作，署名为 Castigat Ridendo， 意为嬉笑怒骂皆文章的滑稽短剧的总彩排。马凯先生已届一位令人起敬的长者之年，他向来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一生唯有戏剧这一爱好。在其法官生涯中，他真正感兴趣的也只有那些至少能为他提供一幕剧情节的案件。尽管他本可凭借不错的家世背景谋求更高的司法职位，但他真正的志向却在于浪漫的圣马丁门剧院或是引人深思的奥德翁剧院。正是这种理想，使他在晚年屈就于科尔贝担任预审法官，并以 Castigat Ridendo 的笔名在斯卡拉发表了一部略显不雅的独幕剧。黄色房间案件因其难以解释的特质，自然深深吸引了马凯先生这样一位颇具文学情怀的人。他对这案子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因此马凯先生投身此案。与其说他像一位渴望查明真相的法官，不如说更像一位热衷于复杂剧情的爱好者。他既着迷于情节的神秘，又唯恐最后一幕的落幕，因为那时一切谜底都将揭晓。于是，当我们与他相遇时，我听见马凯先生对他的书记员马莱纳先生叹息道：“但愿，我亲爱的马莱纳先生，但愿那个工头别用他的镐头把我们这桩美妙的悬案给毁了。”您不必担心，马莱纳先生回答，镐头或许会拆掉那座亭子，却会让我们这案子原封不动。我仔细摸过墙壁，检查过天花板和地板，我对这些可有两下子，没人能蒙我。咱们尽管放心，什么也发现不了。安抚完上司后，马莱纳先生不着痕迹地使了个眼色，示意马凯先生注意我们。马凯先生皱起了眉头。当他看见鲁莱塔·比尔正向他走来，并以脱帽致意时，便赶紧奔向一个车门，登上了火车，同时低声对书记员说：“最重要的是，别让记者进来。”马莱纳先生应了声：“明白。”随即拦住了正要冲过去的鲁莱塔·比尔，想阻止他进入预审法官所在的车厢。“抱歉，先生们，但这间包厢已经预定了。”我是记者，《时代报》的记者。我年轻的朋友极尽谦恭地说道：“我只想和马凯先生说几句话。”非常抱歉，马凯先生正忙于他的调查。哦，不，他的调查我一点也不在乎，请相信我。我可不是那种报道鸡毛蒜皮小事的记者。年轻的鲁莱塔·比尔宣称，他下唇撇着，流露出对社会新闻文学的无限鄙夷。我是戏剧评论员，我今晚得为斯卡拉那部新剧写一篇评论。失敬失敬，请上车吧，书记员说着，侧身让他通过。鲁莱塔·比尔已在包厢内，我跟着他，在他身旁坐下。书记员也上了车，关上了门。马凯先生看着他的书记员。“哦，先生，”鲁莱塔·比尔开口道，“我强行闯入，请别怪罪这位好心的先生。我并非想有幸与马凯先生交谈，而是想与 Castigat Ridendo 先生对话，请允许我，作为《时代报》的戏剧评论员，向您致以祝贺。”鲁莱塔·比尔自我介绍完毕，随后又向马凯先生介绍了我。马凯先生
不安的抚弄着他那尖尖的山羊胡，他只用了寥寥数语，便向鲁莱塔比尔表明，他这位作者过于谦逊，不愿公开揭开笔名的面纱，并希望这位记者对剧作家的热情不会让公众发现。Castigat Redondo 先生正是科尔贝的预审法官。剧作家的作品，他略带迟疑地补充道，可能会损害法官的工作，尤其是在外省，那里某些传统的看法还根深蒂固。哦，请您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鲁莱塔比尔举起双手，向天发誓般地喊道。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火车开动了。预审法官看到我们竟与他同行，颇感意外地说道：“是的，先生，真相已然启程。”记者和蔼地微笑着说：“正开往格兰迪耶城堡。好案子，马凯先生，真是个好案子。棘手的案子，匪夷所思，深不可测，无法解释的案子。我只担心一件事，鲁莱塔比尔先生，那就是记者们插手进来，还想妄加解释。”我的朋友领会了这番含沙射影。是的，他简单地说，这的确值得担忧。他们无所不插手。至于我，预审法官先生，我与您攀谈纯属巧合，是巧合让我遇上您，几乎是撞进了您的车厢。那么您要去哪里？马凯先生问道。去格兰迪耶城堡，鲁莱塔比尔面不改色地说道。马凯先生吃了一惊。您进不去的，鲁莱塔比尔先生。您会反对吗？我的朋友以摆开辩论架势地问道。当然不会，我非常敬重媒体和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他们失礼。但是斯坦格森先生已下令禁止任何人入内，大门也看守严密。昨天没有一个记者能跨过格兰迪耶的门栏。那更好，鲁莱塔比尔回答，我们来的正是时候。马凯先生咬了咬嘴唇，似乎打算固执地保持沉默，直到鲁莱塔比尔不再隐瞒，声称我们去格兰迪耶是为了探望一位亲密的老友，他指的是罗伯特·达尔扎克。尽管他这辈子大概也就见过达尔扎克一面，马凯先生的神色才稍稍缓和下来。可怜的罗伯特，年轻的记者继续说，我可怜的朋友罗伯特，怕是会悲痛欲绝而死。他是那么深爱着斯坦格森小姐。看到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那副痛苦的样子，的确令人心痛。马凯先生不由自主地说道。我希望斯坦格森小姐能获救。但愿如此。他父亲昨天对我说，如果他女儿无法度过此劫，他也活不长久，将随他而去。这对科学界将是多么无法弥补的损失啊！他太阳穴上的伤很严重，是吗？显然是的，但万幸的是，伤势并不致命，那一击可真够狠的。那么斯坦格森小姐太阳穴上的伤，并非由左轮手枪造成，鲁莱塔比尔说着，向我投来得意的一瞥。马凯先生显得非常不悦。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说什么，也绝不会说什么。他转向书记员，仿佛我们已形同陌路。但鲁莱塔比尔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他走进预审法官，从口袋里掏出晨报，指着他说道：“有件事，预审法官先生，我冒昧问一下，应该不算失礼吧？您读过晨报的报道了吗？简直荒谬绝伦，您不觉得吗？”“一点也不，先生。”“怎么？黄色房间只有一扇带栏杆的窗户，栏杆并未被撬动，他们撞开门，却找不到凶手。”“的确如此，先生，事实就是这样。”鲁莱塔比尔没再说话，便陷入了沉思。
就这样过了15分钟。当他回过神来，又转向预审法官问道：“斯坦格森小姐当时梳的是什么发型？”我不知道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马凯先生说。这不重要，鲁莱塔比尔回答。他当时梳着那种两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棒豆，对吗？我敢肯定，案发当晚，他就是那个发型。那您就错了，鲁莱塔比尔先生。预审法官回答。斯坦格森小姐把头发全部向后梳拢了，我想那是她习惯的发型。她的额头完全露在外面，我可以向您保证，因为我们仔细检查过伤口很长时间，头发上没有血迹，而且自从案发后就没人动过她的头发。您确定吗？您确定那天晚上斯坦格森小姐没有梳那种两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吗？完全确定。法官微笑着继续说，我还记得医生检查伤口时对我说，真可惜斯坦格森小姐习惯把头发向后梳，如果她梳着那种两侧垂发的发型，或许就能缓冲掉一部分冲击力了。不过，恕我直言，您对这点如此执着，倒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如果她没有梳那种发型，鲁莱塔比尔懊恼地自语道，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了，我得去查证一下。他做了个沮丧的手势。那么，太阳穴上的伤势很严重？他继续追问。非常严重。那是什么样的武器才能造成那样的伤口呢？这属于侦查机密。找到凶器了吗？预审法官没有回答。那喉咙上的伤呢？关于这一点，预审法官倒也乐于透露，喉咙上的伤其严重程度，据医生判断，如果凶手再多用几秒钟力气，斯坦格森小姐就会被当场勒死。晨报所报道的案情，鲁莱塔比尔有些不耐烦地继续说道，在我看来是越来越难以解释了。预审法官先生，您能告诉我，那座亭子里有哪些开口、门和窗户吗？我告诉你，马凯先生回答。他咳了2-3声，但仍不愿放弃向我们展示他所负责案件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秘感。算上前厅的门，那是亭子唯一的入口大门，总共有5个开口。这扇门总是自动闭锁，无论从外还是从内打开，都必须用2把特制的钥匙。这2把钥匙从不离雅克爸爸和斯坦格森先生之手。斯坦格森小姐不需要钥匙，因为雅克爸爸就住在亭子内，而且白天他也从不离开父亲左右。当那4个人冲进黄色房间时，前厅的入口大门依然紧锁，而那2把钥匙，一把仍在斯坦格森先生口袋里，另一把则在雅克爸爸口袋里。至于亭子的窗户，有4扇。黄色房间唯一的那扇窗，实验室的2扇窗，以及前厅的那扇窗。黄色房间的窗户和实验室的窗户都朝向空地，只有前厅的窗户朝向公园内。凶手就是从前厅的那扇窗户逃走的，鲁莱塔比尔喊道。您怎么知道的？马凯先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凶手如何从黄色房间逃脱，我们稍后再说，鲁莱塔比尔回答，但他必定是从前厅的窗户离开亭子的。我再问您一遍，您怎么知道的？很简单，既然他无法通过亭子的大门逃走，就必然的从窗户出去，而且是一扇没有栏杆的窗户。黄色房间的窗户有栏杆，因为它朝向空地。实验室的2扇窗户，出于同样的原因，想必也有栏杆。既然凶手逃脱了，我猜想他一定找到了一扇没有栏杆的窗户，那必定是前厅的窗户，也就是朝向庄园内部的窗户。这推断并不算太难吧？是的，
马凯先生说，但您所不知道的是，前厅的窗户，也就是唯一一扇，却是没有栏杆的窗户，却装有坚固的铁质护窗板。然而，这些护窗板从内部用铁插销拴得死死的，我们却有证据表明，凶手的确就是从这同一扇窗户逃走的。墙内侧、护窗板上以及地上的血迹，与我在黄色房间里量过尺寸的那些完全吻合，都证明凶手是从那里逃脱的。可既然护窗板从内部拴着，他又是如何办到的呢？他简直像一道影子般穿过了护窗板。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凶手逃离亭子时的脚印再次出现，而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凶手是如何离开黄色房间的，更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必然地穿过实验室到达前厅的。哦，是的，鲁莱塔比尔先生，这案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无疑是个好案子。我希望他的谜底能晚些揭晓。您说希望，预审法官先生？马凯先生纠正道。不，我的意思是，我相信。那么，凶手逃走后，窗户又从里面被关上了？鲁莱塔比尔问道。目前看来，这是最明显的推断，尽管也同样无法解释，因为那样的话，就需要一个或多个同谋，但似乎并没有同谋的迹象。沉默片刻后，他补充道：“如果斯坦格森小姐身体状况好转，能够接受讯问就好了。”鲁莱塔比尔紧追着自己的思路问道：“那阁楼呢？阁楼上没有开口吗？”是的，确实，我忘了，算上那个就有6个开口了。楼上有一扇小窗，一扇老虎窗，但是因为它也朝向庄园外部，斯坦格森先生让人给他装上了栏杆。那扇老虎窗的栏杆以及楼下其他窗户的铁栏杆都完好无损，护窗板也都从内部拴好。此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让我们怀疑凶手曾从阁楼经过的任何迹象。所以，对您而言，预审法官先生，毫无疑问，凶手是从前厅的窗户逃走的，只是不知用了何种方法。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点。我也这么认为。鲁莱塔比尔郑重地点头称是。沉默片刻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您在阁楼上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痕迹，例如那些在黄色房间地板上留下的痕迹，那么您想必已经得出结论，并非是他偷了雅克爸爸的左轮手枪。阁楼上只有雅克爸爸的脚印。”法官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道。他终于决定把话说透。雅克爸爸当时和斯坦格森先生在一起，这对他而言真是万幸。那么，雅克爸爸的左轮手枪在这案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似乎已经证实，那枪并没有伤到斯坦格森小姐，而是伤了凶手。马凯先生没有回答这个无疑也让他困惑的问题，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在黄色房间里找到了2颗子弹，一颗嵌在墙上，印有血手印的那面墙上，一个男人的血手印，另一颗则在天花板上。哦，在天花板上，鲁莱塔比尔低声重复道。所以在天花板上，这可真是奇怪。在天花板上，他开始抽烟，很快便被一团烟雾吞没了。当我们抵达奥尔日河畔埃皮奈时，我不得不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并把他拉下站台。在那里，法官和他的书记员向我们道别，向我们表明谈话到此结束，便匆匆上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双轮马车。从这里步行到格兰迪耶城堡要多久？鲁莱塔比尔问一位铁路员工。1个半小时，如果走得慢，大概1小时45分钟。那人回答。
鲁莱塔比尔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天气不错，想必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他挽起我的胳膊说：“走吧，我需要走动走动。”怎么样？我问他，这团乱麻开始解开了吗？乌奇，他喊道。哦，一点儿也没解开，反而比以前更乱了。不过，我倒是有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哦，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告诉您，这只是一个假设，而且至少牵涉到2条人命。您认为有同谋？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说：“能遇上预审法官和他的书记员真是幸运。嘿，我之前对那左轮手枪是怎么说的来着？”他低头看着路面，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喃喃自语：“可怜的女人。”您是为斯坦格森小姐感到惋惜吗？是的，她是一位非常高尚、非常值得同情的女性。她非常有性格，非常有骨气。您认识她吗？我完全不认识，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您为什么说她非常有性格？因为她懂得如何对抗凶手，因为她勇敢的自卫。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天花板上的那颗子弹。我看着鲁莱塔比尔，暗自揣测他是不是在拿我开涮，或者是不是突然失心疯了。但我意识到，这位年轻人此刻绝无半点开玩笑的心情，他那双圆眼睛里闪烁的智慧光芒，也让我对他的神智状态放了心。此外，我已经习惯了他那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对我而言是断裂的。起初我只觉得语无伦次，神秘莫测，直到他用几句简短而精确的话，让我跟上他思路的脉络。那时，一切便豁然开朗。他先前那些在我听来空洞无物的话语，会突然以一种如此轻松自然、逻辑严密的方式串联起来，让我简直无法理解自己先前怎么就没想到呢？